当叶晨回到汤臣一品别墅的时候，萧初然还在与几名保洁人员一起收拾房子。由于一楼的烟酒味道、食物发霉以及呕吐的味道确实太重，保洁公司甚至动用了专业的净味设备，对整个一层进行彻底的清洁。而作为臭味源头之一的萧长坤，此时已经被萧初然请到了院子里。萧长坤被叶晨下了一通重药之后，这一整天没再喝大酒买醉，只是人依旧有些颓废。此时正一个人穿着一条裤衩、一条篮球背心，叼着烟坐在院子里唉声叹气。叶晨这才发现自己这个老丈人身体已经愈发浮肿，尤其是坐在那里的时候，肚腩更是堆积成了一大块，再加上胡子邋遢的模样，整个人的状态一下子就油腻了许多。看到叶晨回来，萧长坤眼睛忽然一亮，连忙起身招呼他，问道：叶晨，我的好女婿，爸有件事儿，正想找你拿主意。叶晨问他爸：什么时候？您尽管说。萧长坤左右看了看，见四下无人，便一脸严肃地说道：我打算去找贺远江好好聊了，你陪我一起呗。叶晨诧异地问：去找他聊什么？萧长坤认真道：他不是翩翩君子吗？人都说君子不夺人所爱，我跟他讲讲道理，让他别再缠着你韩阿姨，说不定他内心一受到良心谴责就放手了呢。他要是放手了，你韩阿姨的心说不定就回到我身上来了。叶晨满脸问号：爸，君子不夺人所爱，这话没毛病，但严格意义上说，你的爱人是妈啊，不是韩阿姨。她要是跑来跟妈表白了，你这套理论还有点用处，关键她也没这么干啊。萧长坤急切地说道：那我总得给她制造些困难吧，如果制造不了实际困难，起码也要给她制造一些心理上的困难吧。说着，萧长坤又道：对了，他不是教授吗？我就去他们学校找他，当着他学生、同事、领导的面，求他别纠缠你韩阿姨，给他制造一些舆论压力。叶晨尴尬地说道：爸，这么丢人并且没底线的事儿，我是肯定不会去的。另外您得想好，舆论压力是一把双刃剑，现在网络这么发达，您但凡是去闹事儿了，就有很大概率被人拍下来传到网上，到了网上就有很大概率被妈看到，妈要是看到了要找您麻烦，到时候我可管不了。萧长坤一听这话，吓得脖子瞬间猛地一缩，2指长的烟灰也被吓得跌落在地。他一下子颓废起来，难道这要是让马兰知道，那他妈不是要了命了吗？刚说完，一阵发动机轰鸣声传来，奔驰大 G 那标志性的 V8 发动机还是很有辨识度的，叶晨不用看都知道大概率是钱红艳跟马兰回来了，于是便提醒萧长坤：爸妈回来了，您最好注意点。擦！萧长坤吓得哆嗦2下，烟头也掉在了地上，他下意识伸手要去捡，钱红艳的奔驰大 G 已经到了家门口，萧长坤不敢再捡，抬脚将烟头碾灭，这时便见副驾驶窗户放了下来，红光满面的马兰探出半个身子，大喊道：萧长坤，你他妈愣着干什么？来接老娘一把！对，来了！萧长坤连忙应承2声，一路小跑着过去。到了奔驰大 G 跟前，他将马兰从车上搀扶下来，驾驶室的钱红艳便对马兰说道：马兰，明儿上午你要没事儿，我带你去吃金陵最好的广式早茶。马兰背对着钱红艳，撇嘴做了个厌恶的表情，随后忽然换成一副笑逐颜开的样子，回头说道：好啊，明儿你到门口按喇叭，我5分钟就下来。钱红艳点点头，潇洒地打了个响指走了，拜拜。说完，一脚油门便将车开了出去。马兰一边在萧长坤的搀扶下往家走，一边在嘴里骂骂咧咧：这个该死的钱红艳，这一天让他在老娘面前嘚瑟的，我看他都不知道自己姓啥了。妈的，老天爷也真是不长眼，让这种女人赚到钱。萧长坤随口道：既然这么看不过去，以后就离他远一点，别搭理他，别给他在你面前嘚瑟的机会就是了。你懂个屁！马兰非常严肃地说道：我有钱的时候，他钱红艳虽然恨我入骨，但
但也一直跟在我屁股后面拦截长拦截短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肖长坤点点头，知道。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吗？你俩虽然不是一个妈生的，但脾气性格跟亲姐俩没啥区别。杀父仇人请你俩吃饭，你俩也肯定会去的。马兰一点也不觉得肖长坤在挖苦自己，反而非常自豪地说道：“这就叫能屈能伸，没人会跟前过不去。”说着，马兰又道：“赶紧扶我回屋，我有要紧事儿。”肖长坤不敢造次，连忙搀扶着马兰进了家，随后便带他上了3楼。马兰一进房间，就把肖长坤赶了出来，然后翻腾出自己的化妆品，开始对着镜子精心装扮起自己。一边化妆，一边在嘴里嘀咕：“妈的，你钱红艳不就是搞直播赚了点钱吗？当谁不会直播似的？你马奶奶，我也要直播，今天晚上就开始播，用不了多久，我粉丝肯定比你多，赚的也比你多。”也是有日子没精心化过妆了，马兰一上手便控制不住的有些用力过猛，很快就把自己化成了浓妆艳抹的模样。不过马兰倒是很沉浸于镜中的自己，得意地嘀咕道：“这不比钱红艳好看多了？她钱红艳靠卖惨吸粉儿，我马兰可丢不起那个人儿。我马兰靠自己的美貌，一样能够吸到不少粉儿。”这时肖初然在门外敲了敲门，开口道：“妈，准备吃晚饭了。”马兰哪顾得上吃饭，随口道：“我不吃了，你们吃吧。”肖初然道：“你都出去跑1天了，怎么能不吃晚饭？”马兰随口道：“我不吃了，我这腿脚也不方便，上下楼的净折腾了。”肖初然听完也没再多说，转身离开，到了楼下，用餐盘给马兰准备了一份单人晚餐，随后又端了上来。想着都是女人，妈又自己一个人在房间，肖初然进来时便没有敲门，进门后一边往里走，一边向背对着自己坐在梳妆台上的马兰说道：“妈，今天没时间做饭，我点了些外卖，每样都给你分了一点儿，你趁热吃。”马兰回过头，指着窗台边的懒人沙发和小桌子，随口道：“你先放那儿吧。”肖初然看到马兰化着浓妆，吓得不自觉后退一步，脱口道：“妈，你怎么化这么浓的妆啊？浓吗？”马兰对着镜子左右看了看，嘀咕道：“我觉得挺好啊。”肖初然尴尬地说道：“可是你这出去一整天了，回来化妆是什么操作啊？难不成你晚上还要出门？”马兰连忙摆手道：“不出门不出门，我就是化着玩玩，你就别管了。”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